大家好啊，我是阿贝。正式服迎来更新，并且添加了沙盒模式。沙盒模式有一点点像 MC 的创造模式，非常的随心所欲，但目前只能由 PUBG 合作伙伴开启。这次我想介绍的是沙盒模式里面的5个道具，它们并没有加入到常规模式中，但你就不好奇这个东西有什么用？万一将来它们加入到常规模式中了呢？首先来看第一个头盔维修套件，将头盔耐久度增加100。现在我将队友的头盔耐久度打低。好，使用一个试试看。一共耗时7秒，成功增加头盔100耐久度，而3级头满耐久是230，相当于恢复3级头的43%耐久度。说实话，我并不觉得这个东西很强，放到常规模式中，平衡性也不会破坏多少。第二个是防弹衣维修套件，其实和刚才的意思接近，只是头盔变成了护甲，增加110耐久度，耗费时间7.5秒。第三个是载具维修套件，这次变成修车了，耗时8秒，修复450的载具耐久度，但是报废的车胎是不会还原的，它的重量比一颗手雷稍微重一丢丢。如果能加入到常规模式中，感觉它还是蛮不错的。有时候冒火的载具跟没冒火的载具就能决定是否安全转移。第四个是紧急救援套件，原本我们需要10秒钟才能救队友起来。但如果你的背包里面有紧急救援套件，无需主动使用哦。你下次扶队友的时候，它会自动把时间缩短为1秒钟，秒扶人。假设这个东西能加入到常规模式，用途也是比较局限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有可能这一次队友倒地，但是附近的点已经清干净了，就不急着说要把它立马拉起来。但是你没办法呀，放在背包里面就必须用。等到真的需要用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它早就用光了。但你也可以这样子，如果不想浪费，跑到队友身旁的时候，先把它丢地上，扶它起来，这样就不会消耗掉了嘛。扶完再捡起来，留到有需要的时候用也可以。第5个是蓝圈感应器，也叫控圈神器。除了电竞模式，也就是打比赛专用的自定义，没有办法获得它以外，其他模式都能获得。我们先看一下经典模式下的效果。当我在安全区外面的时候，我使用一个，可以看到下一波圈死死的贴在圈边，并且是最靠近我的位置。当我在安全区内使用的时候，效果会是怎么样？下一个安全区直接就在我所处的位置，太强大了吧！换言之，只要我有几个这个东西，我就先跑到一座孤岛上，然后用它把圈空在岛上。就算不考虑了能不能吃鸡，最起码一个队伍收割10个人头问题都不大了。那我们给蓝洞出一个难题：如果2个人使用这个东西，但他们站的位置又天差地别，下一个安全区会一分为2，还是按先使用的为准，还是按后使用的为准呢？试一试就知道了嘛。看来结果是按后面使用的为准。这道题还不算难，我们再给蓝洞出一个难题。战争模式都打过吧，就是一开局它就固定了一个小圈，大家落地就有武器，死了就复活的那种。你说要是在战争模式用这个玩意怎么说？蓝洞你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？现在游戏还没开始，安全区还没选好，但是我要按了。有没有注意到飞机掉头了？我们慢动作回放再看一遍。战争模式的圈直接飞到畜生岛去了，航线没有显示出来，可能飞机师懵了吧？不知道为啥，我总觉得很奇怪。不管他那么多了，在畜生岛打也挺好的嘛。喂，放我下去啊！我到站了，舱门打开啊，机长，我们没有办法跳机，你敢信？机长，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啊？再飞就飞到沙漠地图去了。到达地图边界，被强制下飞机了。我的朋友被毒死了，再次乘坐飞机，这次航线可以显示出来了，并且跳伞成功，我就厉害了。官方给沙盒模式的房主开了飞行功能，我飞回去就好。这个特效真的很帅气，很酷。畜生岛就在前方，我这里有空气墙，我过不去，完蛋了，我就这样被阻隔在地图外面了。而且我是无敌状态的，没办法用自杀的方式回去，就这样被困在外面了。没办法，我只能重新开一局沙盒战争模式。这一次啊，我等安全区确定以后，在里面使用蓝圈感应器，看下效果。等了好久，没有一点反应，也能理解，毕竟它不会刷新下一个圈了。最后谈谈我的看法，蓝洞加入这些道具啊，在沙盒模式后，就是想我们小范围的人先测试平衡性。我个人觉得载具维修、护甲维修、头盔维修算是实用道具，可以考虑低刷新率出现，1秒扶人的可以出现在空投箱内。蓝圈控制器就太变态了，即使是空投道具都有违公平。不知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呢？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支持一下，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，谢谢。